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21号。我们今天节目首先给大家做一个更新，就是根据 CNN 的报道，那个给川普总统给白宫寄一个包裹，里面含有那个剧毒的蓖麻毒物的那个女子，她现在呢已经被抓捕了。她被抓捕呢，是她从加拿大呢逃往美国，进入美国纽约州的这个过程中被抓捕的。被抓捕的过程中呢，她身上还携带着武器，带着枪，也就是这个女的作案者现在已经被抓捕。目前呢，就是美国的情报部门要通过她来了解她背后主使她的这个势力和阴谋是什么，也就是大选临近，现在呢有很多呢针对川普总统的谋杀行动。那么这种谋杀呢，它是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是什么人在组织？这个组织里面背后的那个黑手究竟是什么？现在美国的情报机构呢正在紧急调查。因此可以讲，在川普总统大选之前，这个安保的这个压力啊是非常非常大的，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各种意外事件，对川普总统可以讲就生命和安全都会有影响。那么这个女的作案者，她这个事情的败露，就引起了美国川普总统安保机构和美国情报机构的高度重视。好，我们谈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话题。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呢，是国务卿蓬佩奥他在德州叫浸信会教堂啊，他发表了一个最新的演讲。这个演讲里面呢，蓬佩奥已经把毛泽东、把中共跟希特勒平起平坐了。因为在这个演讲里面，蓬佩奥直言不讳的就说，希特勒这个人之所以失败，之所以成为纳粹，之所以成为法西斯非常残暴，主要是嘛，他不敬畏神，他不敬畏神，他心中没有上帝，所以他就可以干各种伤天害理之事。那么中国的毛泽东也是这样，毛泽东跟希特勒一样，可以讲中共从他建政以来已经毁掉了几千万人的生命。那么这几千万人的生命给中共毁掉的原因就是什么？共产党是一个无神论者，共产党不敬畏神，所以共产党不断的在全球制造各种恐怖事件。目前来讲，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跟共产党相比。你看蓬佩奥已经把共产党的邪恶已经达到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跟他相比啊。他说只有希特勒能跟毛泽东相比，也只有纳粹能跟共产党相比。所以说蓬佩奥要求作为美国人必须坚定信心，面对中共的这些挑战。We can't forget world history. A godless Adolf Hitler destroyed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lives. Chairman Mao in China, and even now toda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ankly, there's no regime that rivals the horrors that are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entral idea of human dignity, than w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undertaking today in a place that many of us wouldn't know. It's in Western China. It's called Xinjiang. There are 1 million people being held in conditions that violate the most fundamental rights, the most basic dignities of those people. These people are held in internment camps. There are forced sterilizations, forced abortions. These are the kinds of horrors that haven't befallen civilization in decades and decades. I consider it to be truly the stain of this century, and it's p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r on faith. They want to drive faith out of their public square. I had a chance to travel to the Chinese border region and met with a family who had one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held in one of these detention camps. She wrote me a note. The note said, please pass this to the world. I'll read just a part of it. She wrote,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I earnestly ask for your prayers, for me and for my family. It's been 6 months since my husband was incarcerated in Xinjiang. At first he would make phone calls from prison to let me know that he's okay. Now the only hope I have remains in the Lord. I pray every day that he will be returned." These are the challenges that require us to keep faith in our public square here in America and every place we interact. It's what we're called to do as Christians, and I believe it is fundamentally what we are meant to be as Americans. 所以蓬佩奥把希特勒跟毛泽东平起平坐，把中共等同于纳粹，实际上就是让全世界吹响了摧垮法西斯中共的这个号角。因为蓬佩奥讲这个话是针对什么呢？蓬佩奥讲这个话主要是针对中共现在跟梵蒂冈他这种密切勾兑的关系。梵蒂冈呢跟中共呢在2018年呢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什么？就是说梵蒂冈他只会任命是中共任命的中国的各种主教，也就是教皇把他自己任命全球大主教的这个权利，把它下放给一个邪恶的中共。
这是2018年他们达成的这个协议。那么蓬佩奥呢，他本人呢，很快要出访罗马和梵蒂冈。那么他在出访之前，在教会发表这个演讲，以及他专门在上个礼拜五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叫做《中国的天主教徒和教会的道德见证》。他发表的这个文章和他在教堂里面这个演讲，实际上都是向梵蒂冈喊话，告诉梵蒂冈，中共现在已经是丧失人伦，中共在习近平的专制统治下，中国的人权状况已经严重的恶化，尤其是对于宗教信徒而言，中共是要求上帝服从党，把习近平宣传成一个超凡的神。所以说呢，蓬佩奥就告诉梵蒂冈，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梵蒂冈主持的正义。那么蓬佩奥他在教会的演讲和他发表这个文章，实际上是通过对梵蒂冈的喊话，要求梵蒂冈要终止跟中共的勾兑，更不可能由中共在自己的国内选择他们那些所谓忠于党、要求上帝服从党、要求把习近平宣成一个超能的神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所谓的主教，然后被梵蒂冈，然后最终得到任命。也就是梵蒂冈大主教他自己不任命主教，他让中国共产党去任命，共产党任命完了以后报给你梵蒂冈以后，梵蒂冈就去把他追认。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了中国的这些教会，中国教会的主教实际上是被共产党控制，而不是被上帝控制，而不是被教皇指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宗教就完全被破坏了，中国的宗教就已经演化成共产党他统治人民的一个工具。所以蓬佩奥他发表这些讲话，以及对梵蒂冈的喊话，都是让梵蒂冈要知道，他必须要站在正义的一边，因为梵蒂冈离邪恶已经越来越近了。他跟中共的勾兑已经不是勾兑1天2天了，这么多年来，梵蒂冈已经出卖了很多正义。那么现在美国是提醒梵蒂冈，你不能滑得过远了，你不能在这个深渊里面滑得越来越深了。因为世界格局啊，大家可以看，经过100多年，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在全球呢，就像一个幽灵，他们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是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把它呢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经济壮大的同时，他们向全球进行了渗透。这种渗透结合了西方的左派思维以后呢，现在不断地把共产主义思潮，把社会主义这种邪恶的理论呢，向全世界很多领域推广，以至于什么？以至于西方现在很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都接受共产主义的理论，接受共产党的洗脑。这个微信和抖音，他们实际上进入美国，主要是给美国人民洗脑的。为什么美国那么多年轻人追捧？就是因为微信和抖音上面，尤其是抖音上面，散布了很多共产党去迷惑正常人思维的这种左派思维。左派思维，我在前几期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他们追求就是结果平等，也就是奋斗你去奋斗，等你奋斗完了以后，你赚了钱以后拿来跟我平分，这就是鼓励那些不劳而获嘛。而梦想获得别人劳动成果，并且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人，这种不劳而获的人有的是嘛？所以说呢，实际上中共他通过他的红色思维对全球进行渗透。美国的《纽约时报》他们首先发表的是英文文章，然后这个英文文章会把它翻译过来叫做中文版。你从他这个发表的英文文章，你可以看出他这些文章实际上是给美国人洗脑。就是关于微信的话题，《纽约时报》说，微信是中美之间联系不多的最后的中美之间联系的一个桥梁。现在川普要把这个桥梁砸毁，也就变成中美之间没有联系了。这种说法对美国人就是一种洗脑，因为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些 Facebook、他们的推特、他们的谷歌、他们的油管在中国是完全被禁止的。凭什么微信是中美之间不多的唯一联系的桥梁啊？凭什么美国那么多的社交媒体软件，中国把它禁止了？你《纽约时报》提了吗？川普本来要禁这个微信，就在昨天晚上，在20号，但是昨天本来应该生效的对微信的禁令，现在打破了。打破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川普变卦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加州一个白左的女法官叫奥雷尔·比勒，她呢已经发布了一个法庭的裁定令。她这个法庭裁定令以美国商务部违反宪法第1修正案，裁决商务部有关微信在20号停止的这个禁令呢暂停。这是美国法官的裁定啊，美国就是这么大权力啊，一个地方法官就可以叫停中央政府、叫停联邦政府他这个商务部的禁令，所以这个法官的裁定一下，那么这个微信呢，在20号呢就没有得到禁止。禁掉微信是侵犯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吗？这个案件的起诉，表面上你看是一个白人律师在起诉，但实际上是中共在幕后指使的几个华人败类，他们在反复运作，非常的无耻。可以讲，华人用美国言论自由的权利去维护一个中共没有自由言论的平台，
微信是个什么平台？这个下达禁令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白左女法官比勒，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微信就是中共的一个工具，是渗透美国、窃取美国的商务和个人资讯的一个工具，可以讲大量设置技术后门，用户毫无隐私可言。大量的过滤审查各种敏感文字、图片和视频，随意的封群封号。实际上，中共就是用一种法西斯手段进了美国的脸书、推特、谷歌、油管，然后不允许美国的社交软件进入中国，而让微信反而去侵入美国。这个侵入美国的这个软件，他们在美国同样是收集美国人个人的信息，而且照样的对美国进行封群封号。这个白左法官他真的看不见吗？他用言论自由来为中共专制辩护，可以讲天下法西斯是一家。我不知道白左法官你知不知道，中共它跟德国法西斯有什么区别？德国纳粹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中共现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美国呢，就是有那么多白左的女法官，也就是左派的这些法官啊，他们往往是没有站在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的利益、维护人类道德价值观的利益上面，反而是为专制思维辩护，让中共在海外的这些代理人打着美国言论自由的口号，然后就维护中共一个专制的平台。为什么这些女法官他们往往会做出这种错误的判决、这种荒唐的判决呢？你就看这次这个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以后，川普总统打算在本周提名一名大法官，需要参议院表决这件事来说，已经有2个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表示他们不支持川普在大选前提名大法官。美国参议院共和党本来就是微弱的优势啊，也就只有53个席位啊，在这个严峻时刻，美国参议院居然这2个女参议员，一个是阿拉斯加州的，一个是缅因州的，都是女的，她们提出反对意见。这2个人，一个是缅因州的女参议员，名字叫苏珊·柯林斯；第二个是阿拉斯加州的女参议员，叫丽莎·莫科夫斯基。这个丽莎·莫科夫斯基从她的这个名字我一看，就有点像苏联人，或者像南欧原来南斯拉夫的那些移民美国的。也就是这2个女参议员，她们已经明确表达，她们反对川普在11月3号大选前提名大法官，那么也就是他们会丧失了宝贵的机会。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看一看这个形势多么严峻。因为参议院一共只有53个席位，他们最多能丢掉3席，也就是丢掉3票以后呢，在50票对50票的情况下呢，副总统彭斯有投票决定权的那一票。也就是说，目前已经有2个出局了，这2个人已经明确表示反对。那么也就是参议院现在只有51个支持者，这51个支持者里面，只要还有1个人反叛，那么参议院基本上表决这个案子就很玄乎了。而川普提名大法官对于共和党来讲多么重要？为什么？现在恰好是执政党是共和党，川普是共和党的总统。而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也是共和党，也就是目前如果通过大法官这个席位，从宪法上来讲是完全符合法律的。因此来讲，只要是所有的参议员表决都通过，那么这个大法官就确认了，也就是给美国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里面增加保守党的这个重要的法官，增加到6-3的这个绝对优势。这对于维护美国的价值观，恪守美国以基督文化建国的这个正义价值观，对美国拨乱反正太重要了。这么重要的事情，现在已经跳出来2个女的参议员来反对，所以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他就很着急，他就不断地提醒所有的参议员，你们在关键的时候要把握住你们手上这个选票，你们的选票都是美国人民授权你们的，在关键的时候你们不能跌软。如果你们现在犯下一个错误，可能你们会终身后悔，你们给共和党、给美国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因为现在确立这个大法官完全是天时地利人和，所有条件都具备，你丧失了这个条件就不一定了。很多人讲，为什么不能等到11月3号以后，川普总统连任以后再提名呢？哪怕川普总统就没有当选，那时候川普总统11月3号没有下台啊，还可以提名啊。这种想法就很幼稚，是完全不懂政治。因为11月3号以后，除了川普总统能不能连任是个问题，参议院多数能不能保住也是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年参议院也是大选年啊，也可能在选举以后，参议院的多数就变成少数了。那时候还拿什么来确立这个大法官最终有效呢？所以说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好的时机怎么能丧失呢？所以说，原美国众议院议长叫金里奇，他是共和党人，他就明确发布了一个推文，他就说，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过程中，任何试图恐吓、胁迫、威胁或者惩罚参议员及其员工和家人的，都应该被逮捕和起诉，因为这是重罪，可以判处5到10年的监禁。为什么金里奇要发表这样的推文啊？
他也就是要求任何人不能干涉参议员们行使他们参议员投票表决的权利。同时，所有的参议员，你现在绝对不能犹豫，因为你的犹豫或者你犯的错误，就有可能给美国共和党、给美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要坚定你们的立场，你们对共和党负责，对美国人民负责，对全世界的文明负责。所以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犹豫的。至于川普总统本周会提名哪一位女性作为大法官的后任人选，目前来讲呢，传说很多。我本来猜测的这个巴雷特呢，他的这个可能性最大。但是这2天呢，保守派的很多政治人物呢，都十分反对呢巴雷特出任这个大法官，他们提出了他们的批评意见。为什么呢？是因为呢，巴雷特这个人呢，有政治正确的倾向，就是说他反对堕胎，而且呢，他反对执行死刑。这对保守派来讲，认为死刑是必须要保留的，而且堕胎呢也是人的一个权利，不应该随随便便规定可以堕胎还是不堕胎。这个巴雷特他自己呢，本身还收养了2个海地的孩子，他自己本人生了5个孩子，他又收养了2个海地的黑人孩子，所以说呢，对巴雷特的这个反对呼声现在比较大。川普总统是否会考虑到有人反对这个因素呢？那么川普总统会不会就不考虑提名巴雷特？目前来讲呢，媒体猜测的更多的一个人呢，叫芭芭拉·拉格。这个芭芭拉·拉格呢，他今年只有53岁，他是美国联邦第11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这个人呢，他有一个什么背景呢？这个人就跟参议员卢比奥很相像，他本人也是古巴裔的美国人，也就是他的父母跟卢比奥的父母一样，都是从古巴共产党在卡斯特罗在古巴实行残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专制之后，然后呢，他的父母呢从古巴呢逃到了美国，在佛罗里达。所以说呢，芭芭拉·拉格呢是在佛罗里达州出生和成长的。他1967年呢出生于佛罗里达州，最终呢他在1992年呢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目前他是美国联邦第11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那么鉴于他只有50来岁，所以说他被提名美国大法官的这个可能性也很大。尤其他是一二代，也就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二代，也就是他的父母曾经饱受共产主义的压制，这一点呢非常符合川普总统的倾向。因为川普总统你可以看，现在很多共产主义国家，他们这些国家流亡到美国，然后他们的后代里面这些出色的坚持美国正义价值观的人，往往受到川普总统的青睐。所以卢比奥参议员非常出色。那么这个芭芭拉·拉格，他跟卢比奥参议员有共同的这个家庭背景，也是父母从古巴逃到美国来的政治难民。然后他父母政变以后，他作为政变的2代，在美国出生，受到美国良好的教育，并且在美国一流的高校里面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那么像这样的人，他对共产主义是有深刻的认识的，因为他的父辈、他的祖辈们受到共产主义的压制，同时他对自由世界是向往的，他会坚持好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所以说，这个芭芭拉·拉格如果被川普总统提名，毫无疑问来讲，对共产主义阵营是有打击力的。所以说呢，我也期待川普总统呢能够提名一个像这种对共产主义认识很清楚、对社会主义认识得很透彻的人。因为川普总统本人呢，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相当的清醒了。川普总统在有一次一个演讲中，他把社会主义欺骗的内容，他看得都很清楚的。Socialism promises prosperity, but it delivers poverty. Socialism promises unity, but it delivers hatred and it delivers division. Socialism promises a better future, but it always returns to the darkest chapters of the past. That never fails. It always happens. Socialism is a sad and discredited ideology rooted in the total ignorance of history and human nature, which is why socialism eventually must always give rise to tyranny, which it does. Socialists profess a love of diversity, but they always insist on absolute conformity. We know that socialism is not about justice. It's not about equality. It's not about lifting up the poor. Socialism is about one thing only: power for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more power they get,
the more they crave. They want to run healthcare, run transportation and finance, run energy, education, run everything. They want the power to decide who wins and who loses, who's up and who's down, what's true and what's false, and even who lives and who dies. 因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讲的最好听的，他们这个语言上都是巨人，但是他们行动上都是非常无耻的。就像拜登和他的这个副手贺锦丽嘛，动不动也号召要把碳排放降到0嘛。碳排放降到0是让你们老百姓降到0啊，他们出门都是私人飞机啊，可以讲他们制造了无数的碳，他要你老百姓去把碳排放降到0。我们曾经看过历史上有一个知名的影片叫《教父》，《教父》里面曾经有一个精彩的片段，就是一个人生观指导的片段。这个人生观指导的片段，他是这么说的：就是作为一个男人，也就是人生的第一步，首先是努力要实现自我价值，也就是你首先让你自己活得像个人样，你自己能够实现你自己的理想，能够完成你自己的价值实现。第二个就是你要尽全力照顾好你的家人。作为一个男人，你是一定要有这种家庭责任观的，照顾好妻子，照顾好孩子，孝敬好父母，这是作为男人一个天经地义的一个职责。你一定要能够照顾好妻子，照顾好儿女，孝敬好父母，这是指第二步，就是全力照顾好家人。第三步才是尽可能的去帮助那些善良的人。就是有很多善良的人，他们还比较贫穷，他们自己因为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就尽量的要去照顾那些善良的人，而不是照顾恶人。所以说你一定要区别，这个照顾是照顾那些受到伤害需要帮助而本身是属于心地善良道德高尚的人，所以说呢要照顾这一批人。那么当你完成前3步之后，你还有能力的时候，第4步就是努力的要为你的族群发声，因为为你的族群发声，毫无疑问来讲，是你自己的民族，是你自己生活的那个群体，是你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社区，要为公众出头，这是第4步。第5步才是为国家争取荣誉。所以说，教父他这个人生观指导，把这个顺序摆得都清清楚楚的。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分子，尤其那些讲得非常好听的那些左派的领导人，他们往往是把这个次序颠倒的，也就是首先让你为国家争荣誉，然后让你去为族群发声，然后才考虑你能不能帮助别人，然后再说要不要照顾家人，最后才是自己的理想实现。一旦你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这个人肯定是不值得信任的人。很多例子放到我们面前嘛，对于共产主义中国，对于共产党那些早期的领导人，对于毛泽东、周恩来，共产党的那些高级领导人，他们那些花言巧语，我想我就不用去多讲了，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即使在美国，很多左派的领导人，他们讲话也是讲的比谁都好听，但是他们自己是违法乱纪的。9月2号，在美国发生一个严重骚乱的，也就是明里阿波利州的一个明里阿波利市的市长，这个人5次违反交通法规。他被警察拦住的时候，他不但不配合警察，他还出言不逊。他说警察不配执法，警察最多是指挥交通。最终他就被警察铐起来了。在美国，不管你是谁哇，你违反法规，你亵渎警察，警察都有权抓你啊！你市长怎么了？Oh, shut the fuck up. You know what? And you know what? So are you, because you're not qualified to do this kind of work. You should be patrolling the streets. Hey. Just because you're the mayor, you doesn't give you the right. I don't want to see that, though. He's had about 5 warnings. I've had no warnings. Hold on. 也就是这个民主党左派的市长，你看他讲的非常好听，他动不动要取消警察局，要取消警察。当社会治安发生大规模的案件，当不断的发生各种打砸抢烧事件的时候，这时候不需要警察吗？他自己为什么会5次违反教规啊？也就是他视法律为儿戏啊，他觉得这个法律是制裁那些普通人的，他这个市长是可以不受法律管束的。但是你在美国的法律面前，你一个市长你就可以逃脱得了法律对你的制裁吗？所以很简单。不要看你怎么说，关键是看你怎么做。
现在美国就已经到了一个价值观回归的时候，所以说这次大法官的这个任命非常关键。哪怕共和党这次继任总统没有继任成功，但是如果大法官确立的话，也可以在美国最高法院里面9个大法官里面形成共和党保守派的6:3的比例。这对美国来讲非常重要，因为美国社会任何法律、任何起诉的案件，最终能够定夺的就是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最终就依赖于这9位大法官的投票。当这个投票保守派和共和党能够占据6:3的优势的时候，哪怕就有个别大法官他倒向左派，那仍然能以5:4的比例获得最终的胜利。这对维护美国的法治、重塑价值道德观、引领美国人民再次伟大，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法律保障。所以说，美国参议院的这些所有的共和党的参议员是责无旁贷的。现在已经出现了2个女参议员反水，我认为美国剩下来的这51个参议员都应该坚守你们的立场，你们不仅仅是为美国而战，为共和党而战，更重要是为全世界而战，因为美国的伟大就决定了世界的伟大。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